随着美国新总统上任以来，外界猜测中美关系可能将重归于好。然而近期美军却突然向中国南部海域派遣战略轰炸机，并且更是在中国南部海域进行了诡异飞行。这究竟是在向我们传递怎样的信息呢？据环球网1月29号的报道称，近期美军的一架 B-52轰炸机在前往关岛军事基地的过程中，特意在中国南部海域绕起了圈子。期间在中国南部海域上空的曲折飞行着实让人捉摸不透。事实上1月25日，美国本土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派出了2架 B-52轰炸机，并且按照命令，这2架轰炸机被要求派遣到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内进行部署。然而这2架 B-52轰炸机在飞往关岛空军基地的过程中，其中一架代号为 PEPSI-51 型号的 B-52轰炸机按照规定降落在了美军的关岛基地内，而另一架代号为 PEPSI-52 则是进行了一波诡异飞行。期间，这架 B-52轰炸机先是飞往菲律宾海，再途经苏拉威西海，随后直接进入中国的南部海域，最后又从巴士海峡直接返回美军的关岛基地。美军如此大费周章地在中国周边海域绕了一个大圈，这种行为究竟是在向中方传递怎样的信号呢？对此，军事专家张学峰表示，美军从本土向关岛地区派遣战略轰炸机，并且在中国南部海域的刻意行为一定是具有某种目的的。首先，我们从前段时间美军向中国的南部海域派出航母战斗群，再到此次美军 B-52轰炸机诡异飞行，可以看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没有削减，并且还十分高调地在中国周边海域炫耀自身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由于美军派遣的 B-52轰炸机是从美国本土飞来，美军似乎是在刻意地演练远距离长航时的轰炸任务，因此此次的 B-52轰炸机的诡异航线极有可能是美军上演一出对地对海空袭演练，并且其返回路线更像是一种执行完轰炸任务的撤离路线。随后张学峰又补充道，虽然此次美军 B-52轰炸机看似是在实施一场模拟攻击后脱离的训练，其中更多的还是对中国军队的试探，因此针对美军的这种反常行为，我军应当时刻保持警惕。随着美国新任总统上任以来，外界一直认为中美关系将会重归于好，然而美军却不仅派出航母，又派出轰炸机，这是否从侧面说明了美国新任总统上台仍会保持前任总统的对华方针呢？并且 B-52轰炸机的诡异航行，是不是美军在向中方传递一种时机成熟就会对华发动进攻的信号呢？这里面应当值得深思。美军的 F-35战斗机，美国口中的空中王牌，现在都要变成曾经了。一直以来 F-35战机的性能受世人诟病，而在前段时间，美国五角大楼报告也承认这一说法，证实了 F-35战机的确存在性能不足的缺陷，而这一问题多达将近900个。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空军正考虑替换 F-35战机，而有意思的是，将接替 F-35位置的竟然是 F-16。要知道，美空军曾经可是发誓不会再买非隐形战斗机，可如今突然反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据美国大众机械杂志报道，专家将这一决定究于 F-35的高昂成本。由于 F-35价格高昂，美国空军正在认真考虑订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16战斗机。在对战机产品进行最终审查之后，空军似乎改变了主意，这项审查可能会资助生产 F-16、波音 F-15EX 等一系列战机。据悉，美国空军上一次购买新的 F-16是在21世纪初，由于其他国家的需要，新的 F-16进行了升级，装备了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远程 AMRAAM 雷达制导导弹和复合机身的油箱。另外，新型 F-16 Block 7072或 F-16V 拥有 APG-83 AESA 雷达和目标跟踪功能、新的飞行控制计算机等，给战场带来了许多现代化的改进，以避免飞行员失去知觉或迷失方向时飞机撞向地面。目前，美国空军已经拥有约900架 F-16，包括783架单座 F-16C 和151架 F-16D。据航空周刊和太空技术的报道，美国空军可能很快开始购买更多的 F-16。美国空军目前正在努力维持其战斗机机制的老化和迫在眉睫的能力不足，因为替换飞机的交付在未来数十年被过度推迟。
我们再说到 F-35战机被顶替这回事，由于每架 F-35A 隐身战机的造价约为 1.1亿美元，这远超过最初承诺的5000万美元，以至于美国空军用 F-35A 联合攻击战斗机取代 F-16机队的目标遇到了阻碍。现如今，美国空军正在准备将引入服役40多年的低版本战斗机 F-16。尽管军事专家质疑，当竞争对手增加对超现代战斗机的投资时，美国是否会通过将过时的战斗机重新投入使用来发挥其战斗优势？但 F-35战机昂贵的造价迫使美空军不做出这一选择。对此，国家大楼方面称，隐身飞机的运营成本很高，令人沮丧。此外，在回答记者关于 F-35的提问时，时任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甚至称美国最昂贵的战斗机项目是一坨，没有做出完整表述。不得不说，美军这一决定属实令人感到意外，毕竟此前美方还坚称 F-35遇到的都不是致命的问题，可如此看来，现实是相反的。近日媒体报道称，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将比我们想象中的都要脆弱。英国太阳报报道称，美国杰克基恩将军表示，中国在太空中的部署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强调称，中国很可能将摧毁美国的整个卫星基础设施。基恩表示，中国已经充分了解美国对卫星系统的高度依赖，并且中国也已经开发出了可以在几分钟内就歼灭其卫星系统的能力。随后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的采访时，基恩表示，中国已经很明确地知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因此他们正在迅速地进入太空。因此基恩非常强调关于开发可以保护美国自身能力的系统的重要性，并且他非常担心美国在导弹领域的开发会落后于中国。只不过他的这个担心似乎很多余，毕竟中国在导弹开发领域早就已经超越了美国。中国已经有了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但是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研究依旧没有什么大进展。当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利用太空优势发射后，是非常难以侦察的，因为它们的速度都非常快，而且还配备有很多个弹头，想要完全拦截几乎不可能完成。因此，由于美国军方对于其卫星系统的高度依赖，表示中国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摧毁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那么想要摧毁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容易吗？其实在去年8月份，中国就曾经向南海西沙群岛分别发射了一枚东风21D 和东风26B 弹道导弹。此次发射的目的就是防止美国的航空母舰在中国东海岸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此次发射也很明确表明，如果发生武装冲突，那么美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考虑到目前中国正在扩大中程弹道导弹的武库，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展示出想要击毁航母的意图，但是一旦航空母舰被摧毁，那么成本将高达100亿美元，并还将伴随着生命和设备的损失，这将是无法估量的。并且中国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先进的探测工具以及各种反舰导弹，而且中国新技术的研究也可能对美国依赖的卫星系统构成巨大威胁。中国5年之前发射的实践17号探测器主要是计划用于清理太空碎片的，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在太空中接近另一颗卫星，并对其进行观察。而现在太空中的卫星都是没有卫兵的，想要接近很容易。卫星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即使是一片叶子落在卫星的机翼上，它也会控制不住的疯狂旋转起来。如果此时有一只机械臂扒了一下它，那这颗卫星究竟还能不能继续运行，或许都成问题。